你知道吗？在德国纽博格林那条被称为绿色地狱的赛道上，一辆中国电动车跑出了6分59秒的圈速，还刷新了全球量产车的极速纪录，时速接近500公里。这可不是什么概念车，而是比亚迪旗下仰望 U9X 这样的量产车型。3年前，德国工程师在车展上偷偷用卷尺量中国车的尺寸，这成了行业中的笑话。今天他们拆开中国电动车电池包的那一刻，沉默成了最大的震惊，因为他们量的不再是尺寸，而是自己还剩多少时间。他们困惑的不是这车怎么样，而是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价格提供这样的配置？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推出如此多的车型？更深的困惑是，我们100年的游戏规则怎么好像突然不奏效了？今天我们不罗列枯燥的产销数据，我想用7分钟和你深入一场认知拆解。我们一起来回答3个核心问题：一、成本奇迹的底层密码到底是什么？不只是廉价劳动力。2、它构建的真正壁垒是技术，还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物种？3、当潮水达到顶峰，隐藏的裂痕与终极挑战又在哪里？这不仅仅关乎汽车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的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爬升最陡峭一段悬崖的完整路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打破第一个迷思，中国电动车的优势绝不仅仅是价格便宜，那是一套精密协作的3层动力模型。第一层是恐怖的工业化效率，这远非供应链齐全那么简单，它是一种深度垂直整合带来的成本重构能力。比如电池，从锂矿开采到正极材料，从电芯制造到电池包组装，头部企业实现全链条掌控。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在制造电池，而是在重新定义1度电的存储成本的物理底线。当传统车企还在和外部电池巨头讨价还价时，它的内部结算价已经逼近材料理论的极限。这种效率不是商业谈判能谈出来的，它是用工程师红利和产业协同，在物理公式上实现的暴力破解。第二层是决绝的研发压强式投入，很多人用模仿来形容早期阶段，但一旦完成原始积累，中国头部车企的研发投入变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饱和攻击。一个智能座舱项目可以同时投入3个团队并行研发，内部赛马，胜出者上。这种看似浪费的压强模式，在快速迭代的软件定义汽车时代，形成了恐怖的试错速度优势。别人用1年完成一次 OTA 大升级，它可以做到1个季度速度，本身成了最坚固的护城河。第3层也是最高维度的一层，产品定义权的夺取。传统汽车的价值链是发动机制造、底盘调校、品牌溢价，而智能电动车的价值链正在转向芯片算力加电池能效加数据生态。中国车企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切换节点，当别人还在炫耀100公里加速 0. 几秒时，他已经把竞争引向城区智能驾驶覆盖了多少的城市，车载大屏能否流畅玩 3A 游戏。他重新发明了好车的评分表，在这个新表格里，100年品牌积累的底盘功力权重突然下降了，这才是对行业最致命的颠覆，它改变了考题。然而，任何一场狂飙突进的革命都必然伴随裂缝的生长，在一片遥遥领先的欢呼中，我们必须看见冷峻的另一面。第一个裂隙是利润的诅咒，极致的效率与疯狂的内卷让整个行业陷入了规模与盈利的悖论，卖得越多，可能亏得越狠。除个别巨头，大家都在赌一个未来，用今天的硬件亏损换取用户基盘，再通过未来的软件订阅和生态服务赚钱。但这个未来的财务模型尚未被完全验证，这是一场危险的集体耐力赛。第二个裂隙是灵魂的焦虑。当华为的智能驾驶方案、百度的阿波罗平台展现出强大竞争力时，一个尖锐的问题抛给了所有车企：如果你的核心智能化体验都来自供应商，那么你的灵魂到底是什么？是设计，是制造，还是仅仅一个品牌壳子？全站自研与开放合作之间的道路选择正在撕裂很多公司的战略。第三个挑战是全球化的反冲。我们的出海不再是简单的贸易出口，而是体系化能力的远征。这必然触动当地产业最敏感的神经。欧洲的反补贴调查，美国的政策壁垒，都只是开始。未来的冲突会从关税蔓延到数据安全标准、碳足迹认证，甚至软件底层协议。这是一场综合国力的碰撞，战场远不止海关。看清楚了这些动力与裂隙，我们才能预测终局。我认为未来5年将上演一场新大陆与旧大陆的谈判，不会是你死我活的替代，而是一种残酷而理性的融合。
我们将看到反向合资成为常态，传统巨头用他们的品牌、全球渠道和沉淀的造车工艺来换取中国企业的电动平台、智能座舱和电池技术，这是一种能力交换，产业角色彻底重构，会出现纯粹的汽车制造商或者叫代工厂，也会出现强大的智能生态提供商，品牌的内涵将发生裂变。区域性市场出现迥异格局，在东南亚可能是全产业链的胜利，在欧洲可能是通过本地化工厂实现的融合，在北美这可能是最艰苦的战略相持。最终，汽车产业的格局不会再以国家或品牌来简单划分，而是以技术信仰联盟来划分。你是属于软件定义汽车联盟，还是渐进式智能化联盟？这个选择将决定10年后的生死。所以，当我们谈论中国电动车时，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？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在一条100年赛道上抓住技术范式切换的唯一时间窗口，完成了一次惊险的集体跃迁。我们谈论的是一代工程师、产品经理和产业工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，将一种可能性变成了世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这其中有锐利的创新，也有粗粝的瑕疵，有值得骄傲的突破，也有必须警惕的陷阱。它不完美，但它充满了改变世界的生命力。今天的分享可能打破了你的一些认知，也可能印证了你的一些观察。无论你是震撼、质疑还是深受启发，我都希望听到你的声音。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第一，你认为中国电动车最大的隐忧是什么？比如利润、技术瓶颈、国际环境。第二，你最看好哪一家品牌或哪种模式能最终胜出？为什么？你的每一次思考都会让这场讨论更加珍贵。如果这7分钟的深度旅程对你有所启发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因为下一期我们将深入另一个风暴眼。当 AI 大模型彻底接管汽车，我们的驾驶、工作和生活会被如何重塑？这是一个比电动车更近的未来。我是鸡汤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